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第293期的亚当球鞋，我是亚当。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一双安踏的狂潮5 Pro， 这是我今年截止目前穿到过最强的后卫鞋，没有之一。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。今年安踏的狂潮5代就已经是一双非常出色的鞋款了。虽然那一双鞋的测评是一个商单，但是在视频当中，除了耐磨这一项之外，它在其他方面的表现我都是实话实说的，完全没有吹。它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中端鞋款。现在双11如果有比较不错的价格，我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去进行购买的。而这一双狂潮5 Pro 在狂潮5本来就不错的底子上再一次升级，在球鞋的外侧增加了一块碳纤维支撑片，并且将普通版中底前掌的 TPU 材料也改为了一块碳板，鞋面的材质也同样得到了提升，甚至连鞋垫都改为了厚度更厚的超临界发泡材料，并且在后跟处还加入了一圈 TPU 材料，用来增强整体的稳定性和强度。不夸张的说，几乎全方位都得到了升级，当然也包括价格。在重量方面，单支 42.5 码的重量是380克，再加上它合理的重量布局，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也同样十分轻质。在尺码的选择方面，我平时耐克穿 42.5， 李宁穿42，这双鞋我选择 42.5 还是比较合适的，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。球鞋的鞋楦宽度比较适中，只要脚不是特别宽，你都可以选择这一双鞋。不过由于球鞋前端的鞋带并不是特别容易拉紧，窄脚的兄弟如果要选择这一双鞋，尽量还是穿厚一些的篮球袜再去穿它。如果觉得还不够，那就穿2双，好吧？在选择了正确的尺码之后，它能提供给你非常出色的静态包裹以及动态锁定。穿上脚系紧鞋带之后，球鞋中段的包裹非常出色，并且舒适度也很高，不是一味的死紧。不过脚型略微偏窄的我在穿这一双鞋的时候，会觉得前掌的包裹不是特别棒，双脚与鞋面之间会有一定的空隙存在。但是对于实战并没有什么影响，因为在变向或者是对抗蹬地的过程中，脚在鞋内完全不会出现位移，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也完全不会出现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，非常棒。鞋面大面积的热熔丝加上 TPU 丝的组合，在球鞋保证了鞋面强度的同时，还保证了鞋面的透气以及轻薄。鞋头处的针织材料加上热熔材料的组合，也保证了前掌的强度表现。再加上它中底大面积的材料上翻，不管做什么动作，鞋面都能够很好的兜住双脚。在鞋面方面的表现非常棒，不管是强度、包裹还是透气性都没有问题，而且在舒适度方面也有着不错的表现。穿它打球完全不会出现鞋面卡脚或者是鞋带勒脚的问题。在中底的强度方面也同样有着出色的表现，中底的刚性绝对能够应对高强度的实战，不管做什么动作，它的整体鞋身姿态都能够保持得非常好，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。当然，作为一双1000元级别的旗舰鞋款，这些都是应该的，对吧？而这一双鞋出色的地方在于它中底极致的场地感以及反应性表现。虽然它原配的鞋垫厚度非常的厚，但是它的整体中底厚度依旧控制得非常好，非常的贴地，场地感表现可以说是现象级的，并且在反应性方面的表现也绝对是顶级的存在。在突破的过程中，中底完全不会有任何拖泥带水的感觉，脚底下的感觉非常直接。再加上它弧形的大底造型，喜欢突破、喜欢变向的球员选择这一双鞋，你绝对不会失望。但是如果你想要的是更为出色的脚感，那这一双鞋并不是你想要的。超临界发泡材料想要出色的脚感，就一定要通过厚度来进行累积。但是这双鞋的中底厚度真的非常薄，虽然不至于硬，但是如果你要踩屎的脚感，这一双鞋并不能提供给你。不过虽然它没有出色的脚感，但是它在缓震方面的表现完全没有问题，缓震极限非常高。我180斤的体重，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，也不会出现明显的震脚感，非常典型的缓震力度不出色，但是缓震极限比较高的一个鞋款。对于缓震有要求的兄弟，也可以放心去选择这一个鞋款。对了，还有一点我也要提一下，很多兄弟都在问我，在这一双鞋和韦德之道10之间应该如何去进行选择。我在这里给大家回答一下。如果你习惯使用前掌跑动，并且有不错的下肢以及脚踝力量，我会更加推荐你去购买韦德之道10。而狂潮5 Pro 则是一双完全没有驾驭门槛的球鞋，在中底的过渡方面也比韦德之道强非常多。它不需要你有出色的下肢力量，对于运动习惯的适配也比较广。不管你习惯使用前掌跑动还是全掌跑动，都可以选择这一双鞋，并且都可以得到比较不错的跑动感受。该怎么选择，我相信大家心里面应该都清楚了吧。
而它的大底表现还是跟之前普通版的狂潮5一样，没有任何的区别，依然使用了全掌的水泥克星大底。大底的橡胶在硬度计的测试下，读数接近70，如果要用来打水泥地，还是会有点不太够用。但是我相信啊，这么贵的一双篮球鞋，应该不会有人穿它去打水泥地吧？反正我不会。而在内场使用的时候，它的表现非常出色，在干净的场地上能够做到想停就停的水平，在吸灰方面的表现也还算不错，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打球，只需要时不时的用手去擦拭一下鞋底，它就能够拥有出色的抓地力，抓地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。而中底超低的重心以及几乎全包围的中底，再加上它弧形的大底造型，让这一双鞋拥有了十分出色的稳定性以及灵活性表现。这一双鞋就是一双稳定性以及灵活性都非常优秀的鞋款，非常棒。这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S 级，在这一双鞋身上我找不出任何的缺陷，可以说它几乎没有缺点，不管在哪一个方面，它都拥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。虽然对于像我这样脚底下还算比较有力的球员来说，我还是更希望它可以在中底上面加上一块前插的碳板，让它在中底的力反馈以及滚动感方面有更为出众的表现。但是现在这一双狂潮5 Pro 的中底设定是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，几乎所有人都能轻松的驾驭这一双1000元级别的顶级鞋款，完全没有任何的穿着门槛，极致的场地感以及反应性，出色的抓地耐磨，优秀的包裹和支撑，就连稳定和灵活这两个有些相悖的性能，在这一双鞋身上也做到了两者兼具。虽然这一双鞋现在的价格确实是不便宜，但是我觉得啊，它完全值这个价。而且后续等欧文的签名鞋出来之后，我相信这一双鞋在价格方面还会有比较大的下降空间，相信安踏它一定会降价的。OK，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洋洋球鞋，洋洋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。我是亚当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大家有空来做 ，peace。